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毛巾不管多脏多黑，我们往水里撒一把它，一搓立马洁净如新，方法真的是太棒了。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毛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必须的生活用品，但是如果不注意清洗，它也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物品。所以学会清洁毛巾的很重要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或者是家中有小孩子的话，更是需要注意毛巾的清洗。毛巾用久了就会变得又黄又脏，感觉还硬硬的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毛巾上经常会沾一些我们皮肤上的油渍、汗渍、螨虫、污垢之类的粘在毛巾上，所以很难清洗干净。经常用这样的毛巾来洗脸，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差。有些朋友容易长痘痘，也是这样引起的。所以不要认为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够清洗干净了，那样清洗出来的毛巾晒干后会变得硬硬的。那该怎么样正确的清洗毛巾呢？首先，第一步，将毛巾放入大盆里边，跟着再加入1-2勺的食盐，再加入温水，没过毛巾，将食盐搅拌溶解后，然后呢，把毛巾放在里面泡一泡，再冲洗一下，你会发现水瞬间变浑浊了，而且毛巾也变得很干净。因为盐本身就有杀菌的作用，用盐水来泡毛巾，可以把它表面的脏东西给去掉，这样洗出来的毛巾呢就会很干净，也不怕会有异味。食盐也可以起到一个软化毛巾的作用。另外，食盐还有一个很棒的固色作用，要是新的毛巾，拿食盐泡一泡，还不容易掉色。现在大家看看，水特别脏，这是用清水洗不出来的效果呢。把脏水倒掉，毛巾放进来。现在我们往里边倒入少许的白醋，再加入温水没过毛巾，我们将白醋搅拌溶解后呢，浸泡5分钟，毛巾从柔软到变硬，是使用过程中一个正常的折旧。但是不及时清洗，毛巾上的细菌呢，比马桶还多。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曾做过的一个实验。除了我们人类分泌的一些杂质之外呢，人们沐浴、洗脸时用的肥皂，基于水中的钙、镁离子结合形成钙、镁皂，顺着油渍渗入纤维间，使毛巾融圈纤维，粘连发硬、粗糙。因此使用时间越久，纤维间积累的油脂、杂质越多，毛巾给人的感觉就是越用越硬。这时我们用白醋就可以化解，加入白醋浸泡几分钟，让醋与碱的化学反应充分的进行，然后拧干，这样毛巾就恢复松软了。大家可以试试，感觉大有不同的。因为毛巾里的水垢呢，大多数都是碳酸钙，遇上白醋里的醋酸，就会变成溶于水的醋酸钙，毛巾自然就变得松软了。下一步，倒掉脏水后，将毛巾放进来。这时呢，我们准备1包小苏打，或者是食用碱，撒在毛巾上。跟着加入少许的花露水，倒入滚烫的开水，将其浸泡10分钟。高温热水它具有一个消毒的作用，而且它可以促进刚刚以上加入的2个物品，使它的作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。开水倒入进去后，它是非常烫的，
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触摸，这样子呢也会被烫到。您需要借助一双筷子，把里面的毛巾给它搅动一下，隔个几分钟拿去翻动一下，让毛巾往往处于浸泡的状态当中，然后让它浸泡个20分钟，刚好开水呢也会慢慢冷却。经过这么样一泡，它里面的脏物呢就会慢慢的浮到水里面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毛巾里面呢还有这么多的脏物。之所以要加入小苏打和花露水，是因为小苏打具有很好的去污能力，能够有效的去除毛巾上面的油脂、灰尘，而花露水呢，不但能够去除毛巾上面的异味，而且还能够去除毛巾上面的螨虫。用花露水洗过后，还能够让毛巾呢留有一股清香的气味。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哦。我们正常的给毛巾揉搓几下，然后倒到清水下面呢，给它冲洗干净，直到水变得清澈为止。这样洗出来的毛巾既柔软又清香，关键是特别的干净，使用起来更加的健康，放心。最后再放到太阳底下去给它晾晒干，你会发现毛巾变得干净如新，而且非常的柔软，和刚买回来时一样的好用了。不过大家在晾晒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放到卫生间里面，因为卫生间里面的空气不流通，很容易滋生其他的细菌的。我们最好是拿到阳台外面去晾晒，这样呢可以让它干得比较快，使用的时候再拿进去就可以了。使用这样的方法清洁过后呢，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清洗毛巾、清洗抹布。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跟抹布是非常容易沾染细菌跟污垢的，这里特别建议大家1-2个星期呢也要这样子清洗一遍，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